这种身体呈现浅蓝色的海鱼你见过吗？它们拥有一个响当当名字叫拿破仑鱼。这种鱼之所以起了这个名字，是因为它的头部长得特别像拿破仑戴的帽子，而它的正名叫波纹唇鱼、苏眉鱼、龙王鲷等。这是一种珍稀鱼类，目前已经濒临灭绝状态。今天我们有幸见到这条幼年的拿破仑鱼，真是百年不遇，实属幸运。它们成年后的拿破仑鱼身体就会变成这种蓝绿相间的颜色，样子十分漂亮。今天就带大家欣赏一下这里的渔民是怎样捕捉海鱼的。海哥今天像往常一样，准备出海捕捉石斑鱼，用树叶把鱼笼陷阱遮盖住，这样海里的鱼儿就看不到笼子，就会对它放松警惕。海哥兄弟二人合力把鱼笼推进海里，这种鱼笼只要有鱼钻进去就别想出来了。大家肯定会想，用鱼笼捕鱼也太简单了吧？你们先别急，其实鱼笼只是为了捕捉抓鱼的诱饵。把鱼笼放在海底相对平缓的位置，接着往笼子里面放一些死掉的小鱼。死去的小鱼腥臭味比较大，更容易吸引其他鱼儿过来觅食。海哥也是下足了饵料，足足放了几十条小鱼，现在只需等上2个小时就可以过来收获。很快他们来到了下鱼笼的位置，此时的鱼笼已经吸引来几十条大大小小的鱼儿，在笼子里面狼吞虎咽地正食着，其中不乏就有石斑鱼和黑鹦鹉，还有一些叫不上名字的小鱼，而这些小鱼就会被用来当做饵料。如果今天不是定下了目标，仅仅鱼笼里面的渔获就足够海哥兄弟小赚一笔了。在往船上拖鱼笼时发生了意外，笼子下面的地方露出了几个大洞，好多鱼儿都在缺口处逃走了。等倒在船舱里面就只剩下10几条，逃跑的渔获基本上都是大鱼。海哥兄弟俩也很无奈，没办法就看下面的渔获怎么样。其实捕捉石斑鱼的工具很简单，一个黄色的塑料浮漂，上面缠着一根长长的鱼线，鱼线另一端绑住鱼钩，用鱼钩勾住小鱼的脊背。看这条小鱼起码也有1斤重了，换作是我，用鱼竿也不一定能钓到这么大的，真有点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的感觉。紧接着海哥的弟弟铁蛋把鱼钩陷阱扔进了大海，随着小鱼在水中游动，浮漂上的鱼线也会跟着放开。为了能钓到大型石斑鱼，海哥真是下足了血本。作为诱饵的小鱼个头都差不多，清蒸油炸肯定非常香。倒钩型的鱼钩起码也得18号起步，就是不知道这些鱼饵叫什么名字。说实话，海哥这次使用的诱饵着实有点过分，单单鱼钩上的诱饵就足够小编饱腹一餐了。等所有的鱼钩陷阱都抛进海中，接下来就是耐心等待大货上钩。转眼5个小时过去，海哥回到了下陷阱的海域，鱼漂之间的距离都不是很远。首先从左边第1个浮漂开始回收，铁蛋将浮漂拿到船上，紧接着开始收线。收线时要一提一松，防止鱼获的力量过大，或者鱼线挂住珊瑚礁时被扯断。经过铁蛋多年捕鱼的经验判断，鱼钩应该中鱼了。这时就需要潜水比较好的兄弟潜到海底把鱼拉上来，顺着鱼线穿过海底礁石，这就很考验潜水员的潜水技术了。如果不小心，很容易划伤皮肤。经过一番寻找，终于在一处礁石洞中发现了一条个头比较大的石斑鱼。看体型起码得有20斤，但是在菲律宾这只能算中等。潜水兄弟拉着鱼线把石斑鱼拖到水面，海哥抠住鱼鳃一把提了上去，这样看还是挺大的。上来就来了一个开门红，一下子扫去刚才丢鱼的失落心情。海哥拆下鱼钩放入船舱，接着前往第2个浮漂。铁蛋很快就把鱼漂捞起，不知道这次会不会也像前面那样顺利呢？提起鱼线慢慢往回收，凭借收线的力度，铁蛋直皱门头，估计这次应该钓了个寂寞。但海哥并不这样认为，随后让潜水兄弟潜到海底确认一下，前面有一大块珊瑚礁石，说不定鱼获被卡在了礁石缝里，前面的洞口太小，潜水兄弟只能绕了大半圈来到礁石的左边。礁石下面的空隙很小，潜水员往洞里钻得很费劲。此时一条拼命挣扎的鱼儿暴动起来，看它的花纹十分漂亮，潜水员赶忙拉着鱼儿向上游。现在他已经潜水3分钟有多了，再不上浮恐怕有生命危险。就在这时，意外发生，鱼线又被礁石挂住了，潜水员不得已只能再次潜下去解开鱼线。好在有惊无险，鱼线被缠的并不算太复杂。这是一条红色的斑鱼，看它的表面有很多银蓝色花纹，
具体是什么品种的斑鱼，那就有劳各大官人告知一下。海哥兄弟今天运气还算不错，目前的捕获率是100%，已经捕捉到2条石斑鱼了。估计这条银蓝色花纹的斑鱼价格要比之前那条石斑鱼贵一些。很快他们找到了第3个浮漂，铁蛋顺手将其捞起，在收鱼线的时候拉了2下就感觉沉甸甸的，莫非鱼钩又被礁石或者珊瑚挂住了吗？潜水员下去查看了一下，很不幸这次没能中鱼，坚韧的鱼线已经被切断了。经验丰富的海哥分析，应该是鱼儿在挣扎逃脱之时，鱼线被附近的礁石割断了。调整一下心情，继续前往下一个浮漂。这已经是第4个陷阱。海哥用他那10里飘香的脚丫子，把浮漂递给了铁蛋，顺势把船锚丢了下去，固定小船。铁蛋试探了一下鱼线，感觉很沉拉不动。于是我们的潜水员再次出场，顺着鱼线绕过众多珊瑚礁石。不得不说，这里的海水真是清澈见底。很快，一条早已精疲力尽的石斑鱼躲在珊瑚丛中被发现了。这次潜水员很顺利地将其拉了出来。这条石斑鱼的个头和第1条差不多。潜水员把石斑鱼递给了海哥，看着足足也得有20斤以上。海哥将石斑鱼放在水中，看着它不怎么活跃的样子，不禁担心起来，因为活鱼和死鱼的价格差距甚远。第5个浮漂也中鱼了，不过这条石斑鱼就要小太多了，最多也就4、5斤重。这样看，和前面的石斑鱼个头就差太远了。紧接着，潜水员在石缝中找到了第6个浮漂的鱼钩，没想到这次也中鱼了。不过它的身姿不像石斑鱼，在水底看身体表面有黑色条纹，拉扯过程中鱼儿不停地挣扎，企图想逃离这是非之地。由于是浅海，透过阳光很难看清它的颜色。随着鱼儿被提出水面，我们看到它的嘴巴是天蓝色的，就像玻璃雕塑一样带点透明。如果摆在那里不动，还真有点像玻璃摆件。这就是濒临灭绝的拿破仑鱼，所以显得非常珍贵。在太阳强烈的照耀下，我们只能看到它的身体呈天蓝色，眼睛是金色。熟悉鱼种的钓友可能都知道，这一条拿破仑鱼价值不菲。由于它的数量越来越少，在菲律宾是禁止捕捞的，所以海哥准备把它放回大海。今天海哥兄弟捕鱼时间就结束了，浮漂陷阱钓到的鱼，加上之前鱼笼里捕到的，大大小小一共10几条。不过很不幸的是，最大的那一条石斑鱼还是挂掉了，这样出售的价格就会减少1半。虽然心有不甘，但也无可奈何。他们拿到岸边销售点单独称重，一共卖了6905菲律宾比索，按照今天的汇率折合成人民币860元。大家对他们一天捕鱼的收入有什么看法呢？好了，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关注我，让世界变得更精彩。